一部九重子，真是凑齐了各种各样的奇葩家常。有像赵古秋这样为女儿筹谋不惜豁出性命的刚烈母亲，有英国公夫人这样出身将门却被心灵扭曲的夫君算计一辈子的蠢笨母亲，有窦家老夫人这样一片慈爱纯然肺腑、耳聪目明、识人断人、理得清是非曲直的可爱祖母，还有像王映雪这样知三当三满腹算计，为上位逼死原配，又是嫡长女为眼中钉的恶毒继母，有窦七爷这样既深情又多情，禁不住诱惑背叛妻子，又在妻子绝望自缢后悔恨一生的懦弱父亲，有窦五爷这样作为资深官迷，满脑子想着如何升官，一肚子阴谋诡计，连亲人都是攀附筹码的无情伯父，还有英国公这样自己懦弱无能，便极度优秀的妻子和耀眼的儿子，丧心病狂地坑害至亲之人的疯批父亲，拥有显赫的出身，为家中独子，妻子贤惠能干，儿子天赋异禀，换了别人估计都得乐疯了，偏偏只有英国公宋宜春以此为耻，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作妖，能力不足，却心比天高，平庸无能，还满心嫉妒。可笑的是，他嫌弃高贵贤良的妻子，强行挽尊的方式不是默默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而是养一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外室，再来一招狸猫换太子，这在渣爹赛道里也是够狠的。所以了解英国公内心有多阴暗，便会明白他为何会对原配发妻和嫡长子如此狠心。英国公宋宜春是老国公与发妻唯一的儿子，他在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金尊玉贵的长大，虽资质平庸了些，却也是京中赫赫有名的贵公子，也曾饱读诗书，知道礼义廉耻，通晓道德法度，有自己的骄傲与金贵在身的。奈何天赋不如人，还没有一个宽阔的胸襟，便造就了他怨愤不甘的一生。当所有的骄傲都被自身的不堪打碎，当极度围困在心中渐渐扭曲，宋宜春也终究成了满身罪孽、心狠手辣之人。他用自己悲哀的一生去印证了那句不作死便不会死的至理名言。在宋宜春出生之前，老国公夫人曾有过身孕，那是她的第一胎，却莫能留住那个孩子，不幸小产了。自此之后，老国公夫人的身子便不太好，总是坐不住胎，直至怀上宋宜春时，她已经年近40了。为了保住这个孩子，老国公夫人在床上硬是躺足了7个月，才顺利生产，还一举得男。老国公夫妇老来得子，自然如珠如宝地宠着这个儿子。宋宜春不爱习武，但好在读书还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但即便如此，已经很令老国公夫妇欣慰了。因为有如此鼎盛的出身，又被父母如此娇宠，几乎是一生不需要努力，便可靠家族庇荫，一生顺遂无忧。所以宋宜春自小便个性散漫，对待人接物之事也不怎么上心。父母之爱子，必为其计深远。老国公夫妇为了宋宜春可以一辈子这样无忧无虑，简直是操碎了心。因此在宋宜春该娶亲的年纪，千挑万选，选中了定国公蒋家的姑娘。蒋家与宋家这种世袭罔替的侯爵之家不同，是以军功立府的。当今圣上年少之时，与定国公家的少爷蒋梅孙志同道合，十分交好。那时候两位雄心壮志的少年曾在城墙之上定下一起打造太平盛世的约定，一个稳坐朝堂，一个戍守边疆。定国公府所出的子弟一般在年少时都要从军历练，因此蒋家有手握军权之人，也有战死沙场之人。与英国公府这种注重嫡庶出身的人家不同，定国公府为保证子孙昌盛，向来是有广纳姬妾的习惯的，且府中嫡庶之间的学习晋升并不会被区别对待，都是个凭本事。所以定国公府的后辈很多，名将辈出，姻亲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到了梅孙志这代，更因他武功高强，用兵如神，征战沙场多年，屡立战功，还是百姓心中的抗倭大英雄，令定国公府的声望更盛。老英国公看重蒋家，不仅仅是因为定国公府的声望，更是因为蒋家的女人善生养，便选中了梅孙志的妹妹做自己的儿媳。这蒋氏是将门虎女，一身的功夫不说，还在少时便可以帮着家里打理庶务，将定国公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在京中颇有贤名。宋宜春原本想要娶一位读书人家的女儿做妻子，起初他以为蒋氏出身将门，肯定没读过多少书，直至后来宋宜春在长辈的安排下见了蒋氏一次，
这才同意了这门婚事。宋宜春和蒋氏刚刚成婚时，原本感情是很好的，只是蒋氏虽贤惠，却对宋宜春这个夫君从未有过温柔小意或崇拜之情，反而张口闭口都在夸赞自家兄长。时间长了，宋宜春便不乐意了。有一次，他和蒋氏吵了起来，气急之时还将一杯热茶泼向了他。那次争吵后，蒋氏气坏了，与宋宜春两人互不理睬将近小半年，直至长辈说和，这才和好。但在冷战期间，宋宜春外出散心时，遇到了一个黎姓女子，将其收为外室。这件事被老英国公知晓时，外室女与蒋氏都怀有身孕了。蒋氏松口，同意外室进门，只需要打掉孩子。当老英国公得知那外室同意打下孩子，只求进英国公府的时候，便觉得此女不宜进门，便亲自带人给她灌了落胎药。那外室的孩子没了，自己也奄奄一息了，所有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这件事没过多久便也过去了，可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在宋宜春的心里从未过去。宋宜春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出身，她也从不是那种看到美色就昏头的人。对于服侍自己的女人，她还是有个基本要求的，否则身边那么多美貌婢女，不早就被收进房了吗？而那外室女虽出身卑微，但祖上也是出过翰林的，但她能得宋宜春的心，不过是她依附她而活的姿态，令她觉得自己又挺起腰板了而已。在国公府，老国公几乎是要手把手的教导宋宜春了，可连蒋氏都学得比他好，他自卑又不甘，所以生了怨。后来蒋氏生下嫡长子宋默，那是宋宜春的嫡长子，他也曾真心疼爱过。可宋默无论学文学武都颇有天赋，老英国公高兴地亲自教导这个嫡孙，还在宋默5岁的时候略过宋宜春，直接向圣上请封世子之位。后来在府中看了又看，试了又试，这才将当时府里最拔尖的人物留给了宋默。也就是说，自那时起，老英国公便已经彻底放弃宋宜春，打算好了要跳过儿子，将英国公府的家业都交给宋默。之前比不上妻子，后来比不上儿子，事业上又被自己的大舅哥碾压成渣，文不成武不就，毫无存在感的宋宜春成了圈子里的笑柄。奈何这些打击没有激励宋宜春奋发图强，反而令他越来越怨恨妻子和儿子，甚至是父母。老英国公离世后，宋默被舅舅带进军营中，受定国公教导的他，越来越有舅舅的风姿，对于宋宜春来说格外刺眼。最失意的时候，宋宜春意外发现他之前的那个外室竟然没有死，而自那时起，他对妻子和儿子的报复便开始了。宋默7岁那年，蒋氏再度有孕，这一胎怀得很不安生，身体也受了损耗，最终早产生下一子。这个儿子被取名为宋翰，与宋宜春十分相像，虽有蒋氏教导，却不如宋默的天资，但最得宋宜春的心。宋宜春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慈父之心都给了宋翰，丝毫没有分给宋默。虽然事实上宋宜春也讨厌这个儿子的愚蠢和软弱，但他偏要让他在这个家里得到的最多，仿佛这样就能满足自己因太过平庸而遭到的碾压一般。宋翰真实的身世是外室女所生，而蒋氏当年所怀的是一个女儿。如此重视出身和嫡庶的宋宜春，竟然愿意将庶子与嫡女调换，不过是为了恶心和报复蒋氏罢了。他好像觉得自己用这些阴谋诡计将妻子蒙在鼓里，他便是打了一场胜仗。若老英国公还在，看到自己的儿子只能用这种后宅阴私的手段去发泄心中的不甘，得恨不得立刻钻地里去吧。随着宋翰渐渐长大，宋宜春越来越害怕自己做的这件事会暴露，所以在定国公遭圣上忌惮，蒋家无辜遭到陷害之时，便打算对蒋家落井下石，对蒋氏下毒谋害。定国公与圣上年少相识，有兄弟之意，奈何定国公手中的君终究成了皇权之上疑心的种子。圣上患病，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他不确定定国公是否依然如少年时那般赤诚，所以不确定他是否可以像辅佐自己一样辅佐自己的太子。为了给太子留下肱骨之臣，他假意以抗旨的罪名将定国公押解回京，打算在太子登基后让太子赦免定国公。这样的话，太子对定国公有恩，便可以让定国公效忠于他。然而继后揣度出了圣上的意图，所以出手破坏，直接害死了定国公，只为筹谋扳倒太子，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
定国公死后，蒋氏痛失兄长，大病一场，宋宜春便开始在蒋氏的药里下毒。在这期间，宋汉先是发现了母亲的药有问题，竟另一盆花枯萎了，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不得已变成了父亲的帮凶。当宋汉得知父亲要利用母亲身边的丫鬟陷害兄长宋默，利用孝道二字赶他出府的时候，作为既得利益者，宋汉依然选择沉默。宋宜春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无论他对宋默的陷害能否成功，他都逃脱不掉一个凄惨的下场。前世他害死毒死发妻之后，成功将宋默赶出了家门，可多年后继后之子谋反，宋默竟成了最大的助力。宋默回京之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母报仇，弑父杀弟。随着西窦家的四小姐窦昭重生，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窦昭在宋宜春陷害宋默时，将宋默从英国公府救出，令宋宜春的谋划破产。但无论前世今生，宋宜春最心狠手辣的，不仅是给妻子下了毒，还给宋默也偷偷下了毒。即便不喜欢这个儿子，想要将他毁掉，可到底是血脉相连的。但宋宜春不仅要将他赶走，还要将他送上绝路。后来，宋宜春要给宋默娶一位悍妇做妻子，选中了窦昭，恰好成全了一对有情人不说，还被这个厉害的儿媳妇给掀了老底。为了捂住真相，宋宜春不惜杀妻，可最终这件事却还是被水灵灵地揭发出来。宣赫之家所出的高门显贵，宋宜春拥有的是顶级的出身，被父母安排好的仕途，门当户对的贤惠媳妇，以及天资聪颖可光耀门楣的嫡子，却将一手好牌给打得稀巴烂。不用像平头百姓一般为生计奔波，无功无过的一生竟被嫉妒给毁掉。宋宜春的所作所为，落在每一个努力的牛马眼中，都算得上是吃饱了撑的吧。